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荷姆兹海峡在被伊朗掌控之后，接下来会如何来做运行呢？它现在其实伊朗方面是联手阿曼来设下各种的关卡，那现在40国恐怕只能排队谈判，接下来付钱如何通关等等。根据了解呢，伊朗光是靠着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过路费收钱，每年可以狂赚1200亿哦。那么核导弹会不会因此可以加速靠着这些资金来做发展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一场是由英国的外相特别主持的一场会议，联手的，他说用联合的手段要一起来重启荷姆兹海峡。那么法国的军方是说这个事情呢会分阶段来执行，但是也要等到敌对的行动比较缓慢的时候才能做。川普针对荷姆兹海峡，大家很熟悉，他就要大家自己去夺回这边的使用权，还有自己去抢油。那法国总统马克宏认为这根本就不可能啊！过境船只面对革命卫队和弹道飞弹的威胁，实在是太危险了。那么伊朗外长最新也说了呢，这个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的事情，未来是由我们伊朗跟阿曼说的算，所以确实呢，伊朗跟阿曼现在已经在起草这个最新的协议了。接下来他们会来监控这些船只，而且呢，会有一个全新的收费制度，由革命卫队自己来建立。好，这些制度有哪些？我们稍微看一下细节。伊朗方面说了，这个船舶接下来你需要缴交文件，还有拿通行代码，接受护航才能够通行，并且伊朗呢设置了1到5级的分级制度。友好的国家可以拿到比较好的条件，通行费的部分现在也列出来了，每桶大约是$1起，可以用人民币或者是稳定币来做支付。那如果是用战前的运量来做估算的话，伊朗一年可以赚进$1200亿。最新消息，菲律宾已经获得了快速的通行保证，因为菲律宾跟美国是很不友好的国家嘛，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也特别来请教上之哥了。这个伊朗这一次拉拢的阿曼来共同监控荷姆兹海峡，而且采用的是5级的评分制度，还放行了菲律宾的船只等等，是不是刻意分化美国盟友呢？将来这些体系会成为一个金融跟地缘的一个新武器吗？上之哥怎么看？我们看荷姆兹海峡非常非常有趣哦。每一战争，我们过去都是看战争这个打来打去、炸来炸去，但没有想到在这一次战争当中，荷姆兹海峡变成另外一个全新的主角，仿佛一个江湖外传这里头变成最大关键，因为它影响全世界的，包括地缘政治乃至全球的资本市场、能源市场。太深远了哦！我有个最近消息，究竟是为什么菲律宾能够过呢？其实，在投资圈里头讲，这个不是国家之间沟通，菲律宾跟伊朗沟通没有，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因为能源市场当中有非常非常多资本圈的掮客。那么要知道，伊朗过去作为禁运，能够跟伊朗政府沟通的，都只有特定一些江湖人士，你也可以说资本圈的江湖人士。所以透过这些人在从中跟伊朗沟通，而且据说赚取了大笔佣金哈。所以这里头其实现在这个战争财里头，荷姆兹海峡变成非常非常独特，全产业链包括掮客都在大赚其钱。好，我们来看现在荷姆兹海峡的变化，随着伊朗立法机构正式通过，他们要形成个制度性的收费。哇，伊朗动作好快哦，不是他们一厢情愿，也跟阿曼开始在进行沟通。我们刚刚看到所有的未来运营方式都已经完全出现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伊朗在这一次的战略不只是很会打。那么打美军基地，对于美国还有现在舆论战也非常厉害。然后现在荷姆兹海峡当中，仿佛要变成一个未来支持美伊战争，无论怎么打，甚至停战了，这个地方还会继续下去。而且我们看荷姆兹海峡确实有点微妙，为什么伊朗敢这么做？首先，现在看起来美国攻不下来。其实未来对哈尔特岛当中可能会有所局部的进攻，但不表示你要把荷姆兹海峡能够拿下来。现在全世界在军事专业当中都在分析，你荷姆兹海峡能够恢复自由的前提，就是美国要打地面部队，跟伊朗决一死战，甚至到越战这样的程度。哇，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 long story， 而且一个复杂的状况，所以也很艰难。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刚刚前面讲，全球各国当中能够团结一致把伊朗一起拿下来，这个可能性很难，整合也很难。而且我们从中国大陆的媒体当中辗转有听到，现在除了有中国大陆的外围在波湾当中，也有中国大陆的军舰在那个地方在看保护他们自己的船只之外，也传出俄罗斯是不是也有他们的潜舰，包括核动力潜舰也在周边虎视眈眈的看着这一切呢，也包括为伊朗挺进。所以这里头可不是只有美国势力或欧美势力在这荷姆兹海峡的外围而已。因此，如果这样子持续下去，而且收钱，乃至于阿曼同意了，波湾国家自己本身最后也形成个机制。你说付这些钱，你说沙特那一些就是说哇不愿意吗？他们有的是钱，只要他们还能够赚的话，不是不可能哦。这里头美国的一个意志，并不见得都能够依川普想象的一切由美国来控制。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除了在美以战争的军事之外，荷姆兹海峡本身形成的一个战略，而且这个战略当中包括人民币稳定币的收费，我们现在看起来伊朗所规划的这些东西，每一点听起来都合理，每一点都仿佛可以实施。而且这件事情只要什么呢？第一，美国真的最终没有办法把荷姆兹海峡打下来。第二个，在波湾乃至于其他通行的船舰，大家都认了，国际就是这样子，一旦认了，这件事情就成了。所以荷姆兹海峡不只是在这次作为美以战争当中的一个延续性的，不只是一个话题或一个军事话题，它有没有可能成为未来一个在波湾当中能源系统，乃至延伸到全球的资本系统，乃至它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收费，巴拿马运河啊，以后全世界这种东西有没有所谓的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机制，变成威权或有能力控制就说了算，认了就成为一个持续性的机制，很值得关注哦。好，现在看起来这个美国要去打地面战的难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短期看起来，伊朗跟阿曼恐怕就已经定好这个初步的框架了。荷姆兹海峡会在短期内可能就是这样子收费。那刚刚是说了嘛，如果真的按照刚刚的收费方式来讲的话，那伊朗一年可以赚进1200亿美元。现在有一个说法，他可以用这些更多的钱去做他的核武跟他的导弹，去加速研发，会这样吗？厉将军怎么看？菲律宾已经做了示范了哈。我们台语有一句“心过八斗，再过不走”，这肚子还是比较重要的。你看菲律宾现在正在跟美国、还有日本、还有联合其他几个国家，共同在南海实施所谓肩并肩演习哈。按理说菲律宾应该是美国最忠实的盟友，但是没想到哈，菲律宾居然第一个可以获得伊朗同意通过荷姆兹海峡。那背后到底是菲律宾怎么去跟伊朗谈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见的就是这个伊朗很明显的利用它荷姆兹海峡这张王牌在分化美国的这些盟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我想说，从菲律宾这个例子看得很明显，因为现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被管制第一个这个最重的受灾户就是菲律宾，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什么战备储油，而且也没有什么用油量，现在都要反而要靠中国提供一些成品油给他，就已经炼好的，不管是柴油或者是汽油，已经炼好的才能够提供给菲律宾，让他们能够使用啊，甚至于肥料这个石油提炼出来肥料也提供给菲律宾。所以菲律宾它现在很明显，它第一个倒下去的，因为这个能源第一个倒下去就是菲律宾。那现在它当然在这种状况下，它去拜托伊朗，让它的这种这个运到菲律宾的油轮可以通行。那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看一下，其他国家会不会陆陆续续的发生能源的危机？我觉得很快就会发生。再来，不管是这个，就算是韩国跟日本也都是如此，我们台湾也很难避免，包括欧洲这些国家也都很难避免。我这边要回到到最后只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对自己国家来讲是利益至上，意识形态倒是其次。打这场仗是你美国自己在跟以色列在跟伊朗打仗，那关欧洲这些国家什么事？关我们台湾什么事？如果说是跟韩国来讲的话，关他们什么事？对。那如果说因为你们要去打仗，害得我这个通货膨胀，害得我没有能源可以用，
那你想想看，到最后我们讲一句很现实的话，到最后如果说用钱能够解决，那会不会大家就用钱解决了？尤其是你想想看，这些航运的，不管是油商或者是货轮、邮轮的航运商来讲的话，对他来讲，这船卡在那个地方，他少跑一天，他又少赚多少钱，就要亏多少钱。那如果说是用钱可以解决，我觉得这些航商或这些国家，他们愿意用钱来解决。菲律宾已经做了示范，后面几个国家好，大家马上就会跟进了。好，这个菲律宾做示范，那接下来波湾国家呢？有钱的波湾国家会不会也是用钱来解决？这是他们一个考量的一个方案之一。那另外一个方案，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做的事情，就是他们已经考虑要建新的这些输油管线，或者是原本已经建好了，他现在要把这些输油管线，就是不要透过荷姆兹海峡了，用其他的管线去扩大它的这个范围。那我们来看到有几个管线，第一个是扩建沙烏地阿拉伯现有的东西管线，那这个管线长度是1200公里，其实在1980年代就建了，只是说现在他希望能够再扩建。那第二个就是提升阿布达比到这个富查伊哈的管线的输送能力，第三个就是要在沙国的红海沿岸增建出口港，只是说在沙国这个红海这边的这个管线会比较难度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有胡塞组织在这边常常会去做攻击，那新管线可能会面临安全的威胁之外，还有建设的成本啊、时间都还是要算进去。接下来会不会这些海湾国家最后还是得听命于伊朗原本的这个我们讲了很久的这个收费制度？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区域稳定比较重要，因为你要建管线缓不济急，时间成本就很高，而且这管线的长度，阿拉伯半岛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岛，320万平方公里，最窄的地方1200公里，所以你刚才讲1200，最宽的地方是1900公里。你拿这个最窄的地方来看，你要盖1200公里的管线，你这1200公里就是人家攻击的战略目标。我重新把你打断就没了。你的目标，因为管线都是露天，你要盖在地底下呢，管线的成本非常的高。你怎么样？你要露天的盖吧？对。那你这样子刚好露天的打刚好，几个节点就打到就好。这个问题，除了时间成本之外，风险成本也出来了。第三个，你到红海去运，红海又有了南端就是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又控领了红海，你要出去，他他妈所以打你的港口，要不要？那你就往北边往苏伊士运河走，那你往苏伊士运河走。它在这个的红海的这一段的航行的这一段也是被攻击的目标，所以想想看都没办法，都风险一直始终存在。你只是把风险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你的建筑成本跟时间成本又增加了，缓不济急，区域稳定最重要。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认为他们宁可去花过路费，1桶1块美金嘛。你现在100块，那我就是101块就对了，我就收你1块，我就可以1年就做收1200亿美金。伊朗的人口是9000万人，不到1亿。你看他马上每一个人增加了1200块钱。我讲伊朗很穷哎，每一个人增加1200块，那是对伊朗来看是多大的收入？就让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每一个人加，1年都加钱1200块。伊朗刚好你没有打这个伊朗战争，伊朗还没有察觉到他有这个战略利益。你这一打之后，战略利益来了，我就以后就专门收过路费。这个是生金蛋的鸡。我干嘛要把这个金蛋的鸡把它放掉啊？你抓到这个了嘛？因为美国不愿意护航，美国护航成本太高了，所以才叫其他国那个法国、那个德国，还有意大利、还有英国来护航，那成本更高。他们是远道而来，又没有驻军的驻点，成本更高所以为什么讲呢？这个时候区域稳定是重要的。你要护航会防不胜防，大家堆叠，那大家收过路费好了，大家平平安安、平平静静的通过。然后，另外虽然讲是1块钱美金1桶啊，但是这是公开的私底下成本不一样的，因为大家每一个人他分5个等级啊，他这个收费啊，有大车有大车的，小车有小车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看1200，那是账面上，那其他的它是 under table 的，是台面下的还更多了。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